中国对美国军事实力的认识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为何短短10年间，美国军事力量就吓不到中国人了？美国人是怎么把自己玩脱的？随着中美海上对抗的加剧，以及在台海问题上不断升温的局势，毫无疑问，中美两国的博弈将关乎亚太乃至全球局势的走向。而美国人也承认，自冷战后，美国还是头一回碰到中国这样的对手。但是就起点而言，中国军事的起点可是远不如当年的苏联，以至于被美国乃至自己的国人都轻视了很久。但种种迹象表明，时代真的变了。在不久前，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一份全球态势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强化了美军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相抗衡。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对美军部队做出了一些调整，并且是以美军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作为对抗中国的核心。而这在过去，美军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前沿都是日本、菲律宾，甚至是台湾地区。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失去了在第一岛链内战胜解放军的信心，因此进行了战略后撤。而美国军事专家也表态，实际上第一岛链如今已经名存实亡了。大概在10年前，中国军力有所进步的时候，美国也开始加强重返亚太战略。中国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后，再次面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压迫。而在当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很多分析人士其实都不看好中国的军事能力，不说与美国抗衡，可能连自保都做不到。甚至当时有学者提出300战俘灭中国这个理论，说美国可以集中数支航母编队包围中国海军，而中国海军缺乏远航能力，会被困在港口。美军只用发射3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就能彻底摧毁中国海军，并且迫使中国投降。如今这个理论看起来肯定觉得很可笑。就算客观看待10年前中美军事差距，中国海军基本上在近海都难战胜美国海军，但也不至于被300枚战斧导弹消灭干净。但这样的言论实际上也是客观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对于美国军事的畏惧，中国人对美国军事的心态也发生过几次蜕变。在建国后，中美差距就已经很明显，但当时中国信奉着人多力量大，依靠保持庞大的军队规模能让美国人不敢造次。尤其是朝鲜战争时，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吃了不少苦头。而中国人对美国军事力量第一次感到恐惧，就是海湾战争的时候。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宣战，当时伊拉克号称世界第4大军事强国，拥有地面集团化装甲规模，甚至超过当时的解放军。当时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伊拉克能凭借装甲团的实力给予美军重创，但结果却是美军用了42天空袭加100小时陆战就打垮了伊拉克装甲集团军，一时间让全中国瞠目结舌。而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发射了大量战斧巡航导弹，摧毁大量伊拉克装甲部队，也是让中国人印象深刻。战斧无敌论也就是在那时留下的。海湾战争直接改变了当时中国高层的思维，于是中国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但还没几年，美军就杀到中国家门口来了。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解放军出动15万人在东南沿海演习，以威慑李登辉。结果美军直接调来独立号、尼米兹号2个航母战斗群，开进台湾海峡，并有数十艘先进的护航舰队以及150架各型舰载机，还有驻扎在冲绳基地的美军战机作为策应。相比之下，解放军只有1艘052型驱逐舰，吨位只有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一半，剩下的就是老旧的051型驱逐舰。而在空军方面，中国空军是大量的歼7与少量歼8战机，与美军的 F-14、F-18战斗机差距太大，只有刚从俄罗斯买来的24架苏27战机能充当一下门面。根据美军的判断，解放军远程打击能力不超过200公里，且难以有效搜寻美军航母，因此美军航母才敢进入台湾海峡。换句话说，美军航母站那儿让你打，你都不一定能打中。相反，美军如果对中国发动进攻，可以在6小时内完全摧毁解放军的海空势力。而美国海军少将麦克凡登也指出，解放军的海空军都无法有效地对抗美国海军。在此后的10几年里，中国方面始终保持着低姿态，以韬光养晦来应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一度让美国也认为中国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因此更加关注中东去了。
而在2008年后，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国际影响力上升，并且安全度过了金融危机。美国重新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开始搞亚太再平衡，中美军事对抗再度成为话题。本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次狼又来了，结果却是美国人用了10年时间把自己彻底玩脱了。2016年南海危机爆发，美军2个航母战斗群开进菲律宾海，要肢解中国在南海的势力。美国似乎是想重演20年前的台海危机，但这一次剧本却换了。解放军多艘先进军舰集结南海，具备打击航母的东风导弹公开亮相，最终美国默默撤走了航母战斗群。近2年，美国不断炒作台海局势，一边宣传解放军在某个时间节点攻台，一边又强调尽力保台湾。但解放军军机高强度绕台，美军航母却再也不来台湾海峡了。那么这10年间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目前中国各方面硬实力增长的根基，而中国经济的增长又是得益于制造业的完善。目前，中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为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在此基础上，中国军工制造业也跟着爆发式增长。最近几年，中国相继服役了歼20战斗机、运20运输机、055型驱逐舰、国产航母、075型两栖攻击舰等，这放在过去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为了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胁，中国也以加强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为核心，以海空军加火箭军的搭配，针对美国的岛链封锁。至少在亚太地区，中国的海空军甚至比美军占了上风，并且美军在第一岛链内的各处军事基地也成为东风导弹的目标。美军从第一岛链战略收缩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而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将来也可能发生在第2岛链与第3岛链中。当然，除了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也是造成现状的重要因素。至少从去年美国疫情的应对手段到今年美国召开民主峰会后的反响来看，毫无疑问，美国无论是在硬实力上还是在软实力上都不比从前了。美国也是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步的。首先是将国内制造业大量转移后，美国领先的科技逐渐失去高效转化能力，并且导致美国金融资本愈发膨胀，上层吸血，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拉大，国内各种矛盾丛生，内部矛盾加速内卷。在国内矛盾难以应对的时候，美国高层又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而不断在外树敌。这一时期，美中与美俄关系迅速恶化，同时美国连自己的盟友也不放过，甚至提出美国优先政策，让盟友为自己的利益让步，这样也自然招致不满。可以说，如今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全人类的利益相冲突，